家好，我是阿曼达。如果你还没有看过之前我有2期教大家准备工作日便当的视频呢，可以回去看一下。因为当时的主题呢是教大家如何用冰箱的冷冻层去很方便的一次性的准备好1周的便当。那今天是类似的主题，就是教大家如何用冷冻的方式，可以很方便的一次性的准备很多天的早餐。因为呢，我之前做过一个问卷调查，发现有很多人在吃早餐的时候有很多的困扰，比如说早上时间不够。所以呢，今天我有选5个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来解答一下。我每天都吃吐司配咖啡，感觉有点吃腻了。阿老师有什么办法帮我改进一下吗？我相信吃吐司的人应该不在少数啊。那做成三明治之后，我觉得就会好多了。但是你如果早上起来现场做一个三明治，我觉得至少要7、80分钟吧。所以呢，今天会跟大家分享一个方式，你可以提前做好一大批的三明治，冷冻保存，早上起来什么也不用干，热一热就可以吃。口蘑蟹切片。胡萝卜、红椒切或打成细丁，几个鸡蛋，先蒯出1勺蛋清，后面会用到。鸡蛋打散，锅里炒香蘑菇片、胡萝卜、红椒，去掉蔬菜里过多的水分，才能更好的冷冻保存。混入鸡蛋，加盐、黑胡椒，锅里放油，中火下鸡蛋，用铲子不断的翻搅，到蛋液不再流动，盖上锅盖焖到全熟。吐司每一片抹上一丢丢黄油，这是个很重要的小 tip。黄油相当于给吐司抹个防水层，避免被食材里的水分泡得烂烂的。鸡蛋切块，每个三明治内放芝士、1块蛋饼、1片火腿，再加1片芝士。用锡纸裹起来，全部放进保鲜袋冷冻，可以保存至少1个月。想吃了，头一天晚上放入冷藏解冻，第2天起床后，时间比较充裕的话，可以带着锡纸进烤箱，180度20分钟。等洗漱、换好衣服，差不多正好烤好。这时候吐司酥酥脆脆，里面的芝士也融化了。早上能吃到这样的三明治，真的太幸福了。如果比较赶时间，也可以直接放微波炉，盖上厨房纸，加热1、2分钟。虽然没有烤箱的酥脆，热热的口感也挺棒的。三明治我也吃腻了怎么办？还有别的吗？其实类似的思路，你还可以做卷饼，就用超市里头最常见的那种饼，其中的馅料你也可以随意的更换。鸡胸肉横着片3片，加盐、黑胡椒、红椒粉、咖喱粉，刚从三明治里偷来的1大勺蛋清，玉米淀粉，抓匀。腌制30分钟，下锅2面煎到金黄，盖上锅盖焖一会儿，熟透了就行。等不烫手了，撕成小条。卷饼上还是抹一点黄油，原因都知道喽。牛油果打开切片，可以挤上一点柠檬汁，防止氧化变色。每个卷饼里放上鸡肉、牛油果、芝士碎，两边先拢一拢，卷起来就好了。同样也是锡纸裹住，放入保鲜袋冷冻。加热的方式也跟三明治差不多。提前解冻后带锡纸，烤箱180度15分钟，或者裹上厨房纸，微波炉转个1分钟。切开看看，热乎乎的鸡肉和芝士，润滑的牛油果，幸福感简直溢出屏幕。我早上喜欢喝粥，但是之前听说喝白粥不健康，是真的吗？
之前张文宏医生有建议大家说早上不要喝白粥，因为营养不够均衡。其实这个话是有道理的，我记得当时引发了很多的讨论。但是呢，因为白粥它是只有碳水化合物的嘛，确实我觉得不太适合单独用来做早餐。但是如果你把它换成有鸡肉、有杂粮的这种混合粥，我觉得就会好多了。但是喝粥有一个问题是你早上需要很早起来，要熬很久才能熬出一锅粥嘛，所以呢，今天我会用之前做杂粮饭的那个思路，就是提前把饭先煮好，这样你早上起来稍微煮一煮就可以喝到粥了。杂粮我用了糙米、小米、高粱米，先浸泡2小时。鸡腿去骨切小块，加生抽、白胡椒、玉米淀粉。抓匀腌制半小时，香菇切丁，番茄烫一烫，去皮去蒂头。泡好的杂粮中加入白米，一起淘洗。这里煮饭加的水要比常规少加半个刻度。一整个番茄先怼上去，没错，这就是一个番茄饭的做法。旁边放上鸡肉、香菇、玉米、毛豆，撒点盐、黑胡椒、香油，就一般程序煮饭就好了。蔬菜里的水分释放出来被米饭吸收，所以加水的时候要少加点。番茄拌一拌，让它整个融入米饭，这时候就可以吃了。啊，不对，别忘了这是早餐，还是分成小份冷冻保存。一样是提前取出冷冻，第2天直接倒在锅里加开水，煮上几分钟，就是一锅香喷喷的杂粮鸡肉粥。如果你看过前几天教大家煮完美水波蛋的视频呢，还可以同时煮个水波蛋，顺手撒点香菜，半流动的蛋黄融入鸡肉粥里，非常暖胃舒适又营养丰富的早餐就完成了。有小伙伴和我一样早餐习惯吃甜的吗？其实我本人就是因为我觉得经过一夜的睡眠之后呢，早上起来难免会有一点因为血糖比较低，会有一点头晕晕的感觉呢，所以我觉得早上吃一点糖分，适当的吃一点呢，是可以迅速的让你精神起来，但是呢要适量，所以呢还是尽量的选择比较健康的食材。香蕉、牛奶、蜂蜜丢进搅拌机打成汁。然后是燕麦片、鸡蛋、可可粉、植物油、泡打粉、小苏打、盐，一起打成面糊，放入马芬杯中，表面再撒麦片装饰，送入预热好的烤箱200度，22分钟左右就好了。超级简单，完全不用面粉，只用香蕉和蜂蜜提供甜味的可可马芬就做好了。同样是锡纸裹好，装保鲜袋冷冻，这个特别适合早上出门如同行军打仗一样的朋友，拿上就走，1秒都不耽误。到了公司有微波炉的话，稍微转一转，温热着吃口感最好。我偶尔喝奶昔，但一想到要洗洗切切就觉得好麻烦。其实早上喝奶昔、smoothie 这种东西已经非常简单快手了，但是它还是需要一些准备工作，比如有很多水果，其实你要削皮、要切块，是挺麻烦的。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更加简单快捷的方式。比如菠萝去皮要削老半天，蜜瓜、猕猴桃都要慢慢去皮。青提、蓝莓可以直接吃，但至少还要洗一下吧。这些动作都会挤占我们宝贵的睡懒觉时间，所以我会提前全部准备好，按口味混搭。蜜瓜配猕猴桃，菠萝配芒果，青提配香梨，香蕉配火龙果，全部保鲜袋冷冻。注意要平脱，这样之后才方便分开。到了早上比前面更简单了，解冻都不需要，直接丢进搅拌机，加酸奶或者牛奶或者混合，一起打一打就好了。每一种的详细配方，请大家截图自取。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因为今天主要的目的呢是想要给大家一些早餐的思路，
因为不同于以往的2期节目呢，是给大家准备1周的工作餐。今天这些早餐，如果你全部复刻的话，绝对不仅仅吃1周，我觉得吃1个月应该是足够了。所以呢，希望大家呢以后能够都好好的吃早餐，因为早上非常的重要。你起床之后的第1餐呢，一定要吃到有营养、均衡，并且要吃得开心，这样你的一天才会是一个好的开始。那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节目或者喜欢我本人呢，不要忘记点赞、订阅、关注、评论、转发、投硬币，一键3连。YouTube 的观众们，如果你们还想看我做什么菜，请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喜欢我的节目或者喜欢我本人，不要忘记点这里订阅我的频道，每周都会更新。咱们下周再见了，拜拜。